时间真的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一秒秒流逝吗？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总会有人声称自己莫名走进了过去，或是看见了来自几十年前的场景。这些离奇的经历被称为时空滑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些让人脊背发凉又忍不住想一探究竟的真实案例。时间和现实。说实话，这两个概念太神秘了，简直能把我们的思维绕到打结。我们以为自己懂点什么，但一旦开始深究，就发现答案少得可怜。比如说，时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真有一个起点，那在它之前又是什么呢？那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时间会不会有终点？如果有，那么在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再想想现实，我们每天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世界，真的是它本来的样子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在以为自己看清了真相？我们再换个角度想一想，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其实一直都存在，但因为我们的感官太有限，我们根本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可见光谱的一小部分，耳朵也只能听到特定频率的声音。那会不会在我们周围，其实还存在着其他现实？只不过大多数时候，它们对我们来说是隐形的，只有在某些特殊的瞬间，这些现实撞到一起，才会短暂的交叉重叠。我之前的视频提到过，很多研究平行维度与多重现实的学者都认为，宇宙里可能存在着无数种不同的历史和未来。而根据一个叫做多重相互作用世界理论的观点，这些不同的现实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现实互动，至少在量子层面上就是这样。更有意思的是，很多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学者，其实也会借用量子物理来解释所谓来自彼岸的存在。不过，这个彼岸或许并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无数个不同的现实世界。事实上，关于这类离奇经历的记载并不少见。有人声称遇到过时间异常，有人甚至说自己一瞬间就穿越到了另一个维度。至于这些旅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目前没人能说得清。或许是某种漩涡或传送门在作祟，有时候被称为 X 点，能让人从一个时间或地点转移到另一个。也可能是某些特殊的能量汇聚触发了这种现象。总之，可能性多得数不清，正如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怪异事件一样，层出不穷。说到关于时间与现实最引人入胜的案例之一，怎么也绕不开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陶瑞德人事件。这个故事到底是真实事件还是都市传说，至今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个案例最早出现在科林·威尔逊和约翰·格兰特合著的《可能性的目录》一书里。不过书里并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来源，也没有发现过当年的新闻报道。但即便如此，这个传说依旧顽强流传，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之后，更是被大家津津乐道。事情大致是这样的：195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东京羽田机场迎来了一位神秘的男子。他和其他旅客一样走到海关柜台，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从欧洲来日本出差的，而且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他的日语说得相当流利，但听口音，母语更像是法语。可真正离奇的事情发生在他出示护照的时候。这名男子说自己来自一个叫做陶瑞德的国家，一个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小国。而且他不仅有护照，还拿出了驾驶执照、银行文件，甚至是商务合同，一切都显示他确实来自这个叫陶瑞德的地方。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说这个国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他看来，自己根本没说错，完全不明白海关人员为什么一脸困惑。问题是，海关人员翻遍了所有地图，根本找不到陶瑞德这个国家。虽然事情诡异，但男子非常配合。最后，他们决定先把他安排在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临时软禁起来，等待进一步调查。男子的护照和所有文件也都被扣下，酒店门口还安排了24小时警卫把守。然而，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发生在第2天早上。当海关人员来到酒店，准备带他回去进一步审问时，却发现房间是空的。那间房只有一扇窗户，没有阳台，没有窗台，而且楼层很高，根本不可能跳窗逃走而保住性命。更关键的是，站在房门外的警卫非常确定，整晚他都守在那里，这名男子绝不可能从门口出去。这个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而就在消失之前，海关其实还准备告诉他一个奇怪的发现，他的护照和文件上所列的电话号码全都不存在，打过去根本没有任何连接。这个神秘的陶瑞德人究竟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旅行者，还是历史上被巧妙编造的都市传说？更诡异的是，不仅那名男子消失了，就连海关收走的护照和所有文件也神秘地从政务室里消失不见。这时，海关只好把情况上报给东京警方。警察随即对酒店和机场周边进行了大规模搜查，但结果呢，依旧一无所获，仿佛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关于后续，不同的说法有所差别。有人坚持认为，警方的搜查持续了好几天，甚至更久。也有人说，行动很快就被叫停了。无论哪种版本，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名陶瑞德人再也没有被任何人见过。这起事件直到今天依旧留下了数不清的疑问。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难道只是一个人拿着假证件想混进日本，最后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可问题是，这种解释看起来也不太合理。就算不去想他离奇失踪的部分，也得问一句，如果真是伪造身份，为什么要编一个陶瑞德这样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他完全可以选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其他任何一个真实的欧洲国家，不是更容易骗过海关吗？那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神秘男子真的来自另一个维度，某种时空交错，让他短暂地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可这样一来，又冒出更多的问题，这场维度切换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偏偏只影响了这个男子，而不是其他人？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维度切换，那它会不会其实发生在那架飞往东京的飞机上？按理说，如果真是这样，机上所有乘客都应该受到影响。也许他们确实被影响了，只是那个神秘男子是唯一一个来自自己世界里并不存在的国家的人，所以才显得格外突兀。又或者，这场维度切换并不是在飞机上发生的，而是在他下飞机踏入机场的某个瞬间才启动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虽然听起来更像科幻电影《时间旅行者》，或许他无意间切换了时间线，甚至改写了某些历史，导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陶瑞德根本不存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另一种可能性，所谓的陶瑞德人事件，真相也许就夹在这些解释之间。毕竟，这个故事在不断流传和转述的过程中，细节难免被夸大、被改写。更何况，相关部门或许也有意压下这件事儿。想想看，如果真的是他们放走了一个没有合法国家身份的人，还让他神秘消失在日本，那无论这个人是个编故事的骗子，还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旅客，都会显得海关和警方丢了面子。所以，最轻微的说法是他们被耍了，最严重的解释就是他们的无能彻底暴露。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至今没能找到任何证实的新闻报道，也没有海关或警方的官方记录。当然，我们必须说明，这一切都只是推测，目前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明陶瑞德人事件真的发生过。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直到今天依然让无数研究者津津乐道。也许哪一天真的会出现某些证据揭开它的真相，但至少现在，它依旧只能被归类为我们现代社会里众多的都市传说之一。不过，有趣的是，类似的案例并不止这一件。在1970年代初，美国犹他州东南部的加迪安顿峡谷就发生过另一桩疑似时间错乱或维度切换的离奇事件。与陶瑞德人不同，
这起事件当年还真的登上过一些地方报纸，而且还明确点出了目击者的名字。更离奇的是，加迪安顿峡谷本身就流传着不少传说。有人说这里曾发生过莫名的失踪，有人说这里隐藏着各种奇怪现象，甚至当地一些摩门教的传说还直言这里住着邪恶的恶灵。故事发生在1972年5月的一个深夜。那天晚上，4名南犹他大学的女大学生、驾驶员贾纳诺斯以及他的朋友卡罗阿波特、贝瑟尼戈登和丽莎罗什福特刚刚看完一场牛仔竞技表演，正驱车赶回学校的宿舍。他们急着在宿舍管理员锁门之前赶回去，于是做了一个看似聪明却改变命运的决定，抄近路，穿过加迪安顿峡谷。那晚天空漆黑，没有月亮，但峡谷里的道路看上去很正常，也没有什么阴森恐怖的迹象。谁也没想到，这一段路程会让他们经历一场永生难忘的怪事。可就在这时，情况突然变了。他们开的那条路竟然在前方戛然而止，挡在面前的是一整面巨大的岩壁。无路可走，贾纳只好掉头往回开。可奇怪的是，仅仅几分钟后，当他们驶出峡谷时，四周的景象却完全变了样。原本公路两边都是荒凉的沙地和灌木，现在一边变成了大片麦田，另一边则是高大的黄松林。更诡异的是，原本那天晚上是没有月亮的，可此刻天空中竟然挂着一轮皎洁的满月。女孩们越开越慌，既困惑又害怕，但她们还是硬着头皮往前开，心想也许只是走错了路。终于，当他们看到前方路边出现一盏盏街灯时，总算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快要回到镇子里了。不过，这份短暂的安心很快就被彻底打破了。没过多久，女孩们看到前方有一个霓虹灯招牌，似乎挂在一家餐馆的门口。可当他们靠近时，却发现招牌上的字母和符号全都从没见过，完全不像任何已知的文字。而且虽然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但那地方让人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感。尽管心里发毛，贾纳还是把车开进了停车场，准备掉头停下。就在这时，一群男人从餐馆里走了出来。丽莎赶紧摇下车窗，想要问路，可下一秒她却猛地尖叫起来，拼命催促贾纳：“快开车，快带我们离开这里！”贾纳一脚踩下油门，车子立刻冲向停车场出口。就在车子转弯的一瞬间，卡罗也看清了那些男人的样子，随即惊恐地大喊：“他们不是人类！”贾纳猛踩油门，车子飞快地冲回刚才驶过的道路。他忍不住瞥了一眼后视镜，结果却吓得心头一惊，那些男人竟然骑上了奇怪的蛋形车子。那车子有3只轮子，前面2个，后面1个，形状古怪的让人从未见过。伴随着发动的瞬间，空气里响起一阵刺耳的嗡嗡声，就像一窝被惹怒的黄蜂在追击，而且每辆车头还射出刺眼的白光，直直照向他们。贾纳立刻明白，这些人不仅在追他们，而且速度还在不断逼近。他死死抓住方向盘，脚下油门踩到底，车速飞快飙升到80英里以上，车头笔直对准前方的峡谷出口。那一刻，女孩们屏住呼吸，心跳几乎快要炸裂，生怕下一秒就被那群诡异的追兵追上。几秒钟后，汽车猛地冲进了峡谷，车轮卷起的厚重沙尘瞬间遮住了后方的景象，把追兵的身影彻底淹没。贾纳仍然死死踩着油门，不敢松懈。然而就在此时，周围的景象骤然一变，麦田和松树全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熟悉的荒漠与灌木。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贾纳心神大乱，方向盘瞬间失控，汽车猛地偏离了公路。幸运的是，他在最后关头强行把车稳住，让它停在了公路旁的沙地里。车厢内4个女孩面面相觑，心跳急促，呼吸紊乱。她们努力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却根本无法解释刚刚经历的这一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出现在餐馆门口的男人绝对不是人类。他们不敢贸然下车，更不敢再折返。于是4人将车门紧锁，静静地待在车里，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天亮。第二天清晨，天色放亮后，女孩们的恐惧似乎稍稍减轻。贾娜鼓起勇气下车查看，结果让他们更不安了。3条轮胎瘪掉了，一个轮毂盖干脆消失不见，车身上还布满了明显的凹痕，大概是昨晚冲出公路时撞出来的。他们锁好车门，步行到不远处的主干道。没多久，一辆警车驶过，4个女孩慌忙拦下车，把昨晚的经历一股脑儿告诉了警官。这名警官名叫维克伦德·奎斯特。起初他觉得难以置信，但还是跟着女孩们去现场勘察。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为震惊。女孩们的汽车明明停在荒地里，可是地面上的车辙痕迹却是从离车200码之外才突然开始的。换句话说，仿佛这辆车是凭空出现在沙地里，而不是从公路开过去的。更奇怪的是，无论是伦德奎斯特警官还是女孩们，都找不到那只消失的轮毂盖。这或许意味着，它早在汽车停下之前的某个地方就已经掉了。伦德奎斯特虽然觉得整个事件离奇至极，但他坚信一点：这4个大学女生的确经历了某种非同寻常的事情，哪怕他自己也完全无法解释。至于那一晚在加迪安顿峡谷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是个谜。有研究者猜测，那条峡谷附近存在某种电磁异常，会在特定时刻打开神秘通道，有时人们称之为 X 点。一旦有人刚好在它开启时经过，或许就会被送往另一条时间线，甚至另一个维度。要知道，主流科学其实也早就在研究这些所谓的 X 点了。那么1972年那个漆黑的5月夜晚，这4个女孩是不是无意间闯入了这样的通道？那么如果真是这样，那她们到底被带去了哪里？是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还是另一个维度，一个由非人类智慧生物主宰的世界？甚至虽然听起来有点疯狂，他们会不会被传送到了宇宙另一端的一颗陌生星球？不管去哪儿，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那只消失的轮毂盖是不是还静静地留在那个异世界，成为某种外来访客的证据？而如果这4个女生真的曾经穿越到别的世界，又能安然无恙地回来，那我们是不是也该反过来想一想，那些另一个世界的居民会不会同样有机会来到我们这里？更诡异的是，这类事件并非只停留在上世纪，进入21世纪之后，也有人在网络上爆料过类似的遭遇。根据 Reddit 上某个超自然板块的自述，大约在2000年代初，在美国某个不明地点，再次发生了一桩惊人的穿越事件。根据网上的帖子描述，这位目击者开车带着他的狗，正准备去附近的麦当劳。一路上一切都挺正常，直到他注意到一件怪事：路灯开始一闪一灭，先是瞬间熄灭，接着又亮起，这种情况反复了好几次。他没太在意，直到开到一个要转弯的路口。就在他打方向盘的那一刻，整个世界突然模糊了。更离奇的是，他脑子里响起一种类似麦克风啸叫的刺耳噪音，同时全身感觉像是被强烈的静电场包围。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对他来说却像是永恒。很快，噪音消失，模糊的视野恢复正常，他才发现车竟然熄火了。他赶紧低头拧钥匙，重新发动引擎，把车开回路上。可刚一开动，他立刻感觉不对劲，眼前的世界似乎已经变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心头一紧。首先，路灯明显变少了，黑漆漆的公路两边还冒出了几排从来没见过的树。他心想，不对啊，这条路我开过无数次，从来没有这些东西。终于，他开到了那家熟悉的麦当劳。可当他想绕到德莱速车道时，却发现入口的位置变了。他非常确定自己常常来这家店，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布局。虽然觉得不对劲，但他还是把车开了进去。然而，离奇的地方接连出现。停车场里的车款式奇怪，像是完全没见过的车型，车标、商标更是陌生，根本不属于他熟悉的品牌。
等他终于停在点餐牌前，整个人彻底愣住了。菜单上的价格贵得离谱，完全不像是正常的涨价幅度，而是整个世界突然跳档了一样。虽然心里发毛，但肚子饿得咕咕叫，他还是硬着头皮下了单。开到付款窗口后，他递上银行卡，结果没过几秒，收银员把卡退了回来，说支付失败。接着收银员拿出一个奇怪的红色装置，让他把手指放上去支付。目击者顿时心里一紧，这是什么鬼东西？当然他不愿意照做，于是直接掏了现金。收银员倒是收下了，但没有找零，而是递给他一张小纸片，说这是现金凭证。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更恐怖的画面出现了，收银员的动作突然卡顿起来，就像那种翻慢了的连环画，一帧一帧的跳，身影还带着静电般的抖动。与此同时，他的脑子里再一次响起刺耳的啸叫声，身体也感到强烈的静电压迫感。下一秒，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坐在车里，而眼前的麦当劳又恢复成了原本熟悉的样子。除了穿越和错位，还有一种更诡异的情况。有人声称自己根本没有去到别的地方，而是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不对劲了。2008年，一位41岁的西班牙女子勒丽娜·加西亚就在网上写下了这样的经历。她坚称自己记得的过去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对不上。她说，那天早晨醒来还是在西班牙的家里，日期也没变，可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些细小却无法忽视的异常。比如，床单变成了她从未买过的款式。起初，她以为只是自己记错，但随着越来越多不对劲的细节出现，她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在睡梦中被切换到了一个陌生的现实世界，而且还被困在这里，无法回去。那天早上，勒丽娜还是照常去上班，可当她走到办公室门口时，却愣住了，门牌上的名字竟然不是她的。她第一反应是不是走错楼层了？于是她赶紧回到大堂的员工名单前查看，结果更离谱，她的名字确实在上面，但显示的部门却完全不是她原本工作的部门。这一刻，她的心彻底乱了。明明是同一家公司、同一栋楼，可一切却错位的说不通。她硬着头皮打了卡，但很快就感觉头晕目眩，心里发慌，干脆请假回了家。第二天，她安慰自己，也许是昨天太累了，出现了幻觉。于是她决定再去一次，期待能看到那个熟悉的办公室，还能找到自己原本的生活。结果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她走进自己所属的新部门，里面坐着一堆她从没见过的同事。可奇怪的是，这些人却都表现得好像认识她很久。大家明显察觉到勒丽娜不对劲，但她只能强装镇定，敷衍说自己只是状态不太好。从那一刻起，她决定在搞清楚之前，绝不能把这些怪事儿告诉别人。可随着日子过去，更大的冲击接踵而至。比如，当她去找自己的男朋友奥古斯丁时，却发现他的公寓里根本换了别人住。更诡异的是，在这个现实里，奥古斯丁似乎从未存在过。他翻遍了镇上的户籍记录，还上网搜他发过的帖子，结果一无所获。仿佛这个人在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真正让勒丽娜心态崩溃的是接下来发现的真相。在这个世界里，她竟然还在跟前男友交往。要知道，在她原本的现实里，两人早在半年前就分手了。更离谱的是，当她去探望家人时，还顺口关心妹妹的术后恢复情况，但父母和妹妹却一脸疑惑地看着她。什么手术？哪来的手术？要知道，那可是一场大手术啊！勒丽娜怎么可能记错？可眼下，她只能把话咽下去，生怕家人觉得自己精神出了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她发现的差异越来越多。她越了解，就越困惑，越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掉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至于今天的勒丽娜，她身在何处？是不是依然被困在这个陌生的世界？
没人知道。也许他还在某个角落，努力寻找回到原来世界的办法。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测，那个在2008年发帖的勒丽娜，如果真的是穿越者，那她原本世界里的另一位勒丽娜，会不会同样被困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的现实？除了像勒丽娜这样疑似掉进平行世界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关于短暂进入另一段时间的奇怪经历。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时间错乱或者时空滑移。